东京奥运会圆满落幕了啊，但是说到这个东京啊、日本啊，其实有讲不完的话题啊。说到日本，你就想到和服，像在京都啊，有时候是游客，大部分呢其实还是本地人、本地的年轻人。你有一个本民族的服饰，然后你会非常自豪地把它展示出来。特别是一旦到了一些传统的节日啊、国民的这种节日，你记得吧？就是这次这个闭幕式上，他们那个市长他就是穿着一身和服出来的嘛。就他们这种非常隆重的场合，他们也是作为一个比较正式的服饰。说到日本，你就想到相扑。之前去东京没有去看，他在那个国立竞技体育馆，他那个场馆也是很有意思，很传统。说到日本，你就想到歌舞伎很有感觉啊！我最早其实知道这个概念是以前玩那个电子游戏《噬魂》，《噬魂》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个歌舞伎。浮世绘里面的很多形象也是一种歌舞伎的形象嘛。说到日本，你就想到寿司之神小野二郎，我们都看过这个纪录片嘛。你像小野二郎那个，就上面一个条碟子上面放了一个数字，然后特别精致，然后端给你，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像个艺术品。但是呢，它的结果是要被你破坏掉的。他们会先预设一个特别完美、特别美好的东西，然后但是最终这个东西的命运和结果是毁灭。你看荒木经惟的那个摄影作品，其实也是，他有一张最著名的那个作品，就感觉好像是一种很男性化的一个视角，会把一个很美丽的东西璀璨掉。我那天看了一个纪录片《东京噪音》，他有一段就是跟拍这个荒木经惟在做一个街拍的一个工作，他那个拍起照来啊，就是不停的进入这种亢奋的状态了。你突然能理解了说，哦，他真是一个能量非常旺盛、非常有激情的一个人。说到日本，你就想到哥斯拉，你看他就是还是很残忍，哥斯拉出来要把世界摧毁。但是你看哥斯拉，他又做了很多那种很卡哇伊、很可爱的卡通形象，他那个强大的那种怪力，但是他其实内心是非常柔软的。说到日本，你就想到索尼，日本的这些民族工业、这些民族品牌，对吧，都变成了一种世界的品牌。日本的电子产品就已经变成了一种 vintage， 索尼、松下、三洋、开泰这种东西，很多产品造型也好，经典产品也好，都是10年、20年前的东西，而不是现在的。就他们已经变成一种工业产品消费的一个时代的象征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古早的播放器的发烧友嘛，就他收藏了好多那种卡带啊，就是 Walkman、MD、CD 机。从工业设计的角度来看，那些造型还是挺耐看的啊，它有一种那种时代的那种印记和美感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，刚刚开始普及手机的时候，就很多那种折叠翻盖，日本就出了很多非常好看的，索尼也好，还是京瓷也好。但是它又很奇怪，是因为制式不同，就是你拿到中国来没法用。现在不是叫机能设计吗？其实日本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。说到日本，你就想到樱花 Sakura。这个季节刚好，我们家这边好几条街上全是樱花。樱花这个花很适合做盆景，因为盆景要不断的修剪嘛。然后它这个樱花就是对这种修剪的反馈特别好，就是你剪掉它马上就会长新的。说到日本，你就想到原研哉老师，他这2年也是出圈了，就特别是因为前段时间那个小米重新设计 logo 这个事情，一下子推送到了这个微博的热搜上，引起了广泛的热议和讨论。其实你知道，他也像北京奥运会，包括这次东京奥运会，他也有投稿过这个 logo 的设计，特别是他这次东京的那个设计，延续了就是我们之前有谈到过嘛，就是最早的64年的那个龟仓雄策的那版设计，他把它更加用现代的语言把它更加诠释了一下。我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就说，就菲利普斯萨克嘛，这一个明星设计师会压制2到3代人。法航发的那套餐具，就是那种虽然是塑料的，刀叉什么那种塑料，那个餐具全是菲利普斯萨克设计的，你总得给别人一点机会啊。说到哥斯拉，那我又想到奥特曼。什么玩意儿？你的思维能不能跳跃一点？